提到工作，郎红军的表情便明显有些不太自然。确切地说，是原本因为公派留学生身份而骄傲不已的他，因为提及去墨西哥工作而忽然间有些自卑。叶晨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变化，结合他之前连续多年不断更换工作，收入越换越低，到后来干脆失业了1年多，也能猜得出他这次去墨西哥绝对也是迫于生活的无奈选择。于是他轻叹一声，开口道：“看老哥你的样子，想必去墨西哥工作也是无奈之举。我其实跟你一样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也不想去墨西哥。”郎红军好奇地问他：“你要去墨西哥做什么？”叶晨随口说道：“我还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，只是我在美国的签证快到期了，原本是想着先黑下来再说，但最近移民局查非法移民查得紧，我一个叔叔前段时间刚被遣返回去，所以我就想着赶紧趁着签证还没到期，先离开美国再说。”郎红军不解地问道：“在美国混不下去可以回国啊？国内的环境虽然比不上美国，但比墨西哥那可是强得太多了。”叶晨有些尴尬地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因为在国内待不下去了才出来的，之前在国内欠了不少钱，现在回去说不定还得被抓起来。”郎红军一听这话笑了笑，开口道：“你这是借钱跑路了吧？”嗨，叶晨讪笑2声，尴尬地说：“借的有点多了，再加上经营不善，亏空有点大，还不起，只能先出来避避风头。”说着，叶晨一脸好奇地问道：“老哥，你既然是当年的公派留学生，那肯定也是高端人才了吧？怎么还去墨西哥这种地方？那跟美国比，可是一天一地啊。”郎红军表情有些落寞地说道：“不行啊，年纪大了，在美国这种地方，35岁到40岁之前，如果还没实现财务自由，那大概率是要被资本家淘汰的。就算你工作经验丰厚又能怎样？年轻人的薪资是你的1/4甚至1/5，又敢拼敢干，一个人比不上你，2个人加起来总比你厉害吧？3个臭皮匠还能顶一个诸葛亮呢。”说着，郎红军又感叹道：“你像我们这种做 IT 的，永远都有新技术出来，我们这些年纪大的老员工，在新技术方面的学习能力也比不过年轻人，很容易就被淘汰了。”叶晨点了点头，故作好奇地问道：“老哥既然是做 IT 的，去墨西哥这种地方，恐怕就更没有发展了吧？难道是换行业了？”郎红军叹了口气，摆手说道：“嗨，算了，无非是混口饭吃，不提也罢。”叶晨见他不愿意说，一时间倒也没多追问。此时航班已经开始登机，2人一前一后通过闸口，朝着机舱走去。郎红军给自己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座位号是39A，他走在叶晨前面，在抵达位置之后便停住脚步，先将行李箱和单肩包塞进行李舱，这才挤进了自己的座位上。而叶晨拿着登机牌，假装对照座位序号，嘴里不由念叨着39比特，哪儿呢？这个39B。说着，他忽然抬头看了一眼郎红军，故作惊讶地说道：“哎呦，老哥，缘分啊！我的座位在你旁边。”是吗？郎红军也明显有些惊讶。本就是同胞，刚才排队登机的时候就是一前一后，没想到上了飞机之后，2人的座位竟然紧挨着，那就有点缘分的意思了。于是郎红军难得露出真诚的笑容，连忙说道：“哎呀，这可真是有缘。来来来，快坐下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将行李箱放好之后，这才坐在了郎红军的旁边，笑呵呵地说道：“看来这次旅途有人聊天了。”郎红军对叶晨也卸下了原本的防备，好奇地问他：“对了，老弟，你这次去墨西哥那边有熟人吗？”
叶晨随口笑道：“有个毛的熟人，我就是去转悠转悠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营生可以干的，有我就干着，没有我就回去得了。”郎红军好奇地问道：“回去不怕债主找你呀？”叶晨摆摆手：“华夏大了去了，哪儿的黄土不埋人啊，到时候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，没准还有机会东山再起呢，到时候把账还了，说不定还能衣锦还乡。”说着，叶晨看向郎红军，再次问道：“对了，老哥，你去墨西哥到底干啥工作啊？有没有什么路子给老弟介绍介绍？”郎红军叹了口气，自嘲地笑道：“我哪有什么路子啊？但凡有点路子，老哥我也不至于抛妻弃子的跑去墨西哥那个鬼地方。”说着，郎红军压低声音对叶晨说道：“我跟你说句心里话，墨西哥这地方，用咱们华夏的说法，那就是个法外之地。之前那总统干嘛花那么多钱在边境线上建墙？不就是想控制一下那边的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吗？混得好的美国人，谁他妈往这儿来呀？”叶晨点点头，好奇地问：“老哥，你这说了半天，也没说你到底是去做什么啊？”郎红军也不再遮掩，认真道：“实不相瞒老弟，我这次去墨西哥是去当海员的。”海员？叶晨好奇地问：“跑船的吗？”“对。”郎红军点头道：“是我妈的一个朋友给介绍的，说是薪资待遇给的挺不错，一年能拿个大几万，甚至上10万美金，但就是辛苦了一些。”叶晨眉头微蹙，不知梅玉珍用海员的幌子骗郎红军，背后究竟是什么目的？但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梅玉珍这种心狠手辣的人，绝不可能只是把郎红军骗去做个海员那么简单。叶晨不露声色，开口道：“老哥，你怎么说也是个高材生，出海做船员未免有些屈才。与其这样，说实话，你还不如回国发展，国内发展的速度这么快，肯定能找到一个好出路。”郎红军表情一怔，旋即叹气道：“我不是没想过，只是有时候拉不下脸来，家里的亲戚、朋友、以前的同学都知道我早早移民美国，而且还把老母亲也接到美国享福这么多年。他们提到我们家，除了羡慕还是羡慕。我要是这时候回国发展，他们指不定背后怎么说我。”叶晨听到这里微微一笑，淡然道：“老哥，别看我年纪比你小，但大是大非上我看得比你清楚。面子这个东西，是老婆孩子爹妈一大家子人吃饱穿暖之后才去在意的。你现在要养家糊口，何必还在乎这些？难道去墨西哥做船员，你的面子就能保住了？”郎红军表情惭愧地说道：“不瞒你说，老弟，这么些年我对祖国一直心怀愧疚。你别看我入了美国籍，拿着美国护照，但我心里一直记得，当年是祖国培养了我，是祖国出钱送我出来深造，也是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，辜负了祖国的信任。你说我要是像他们似的，也混成个大人物了，什么500强企业家、高管那样的，我也愿意带着钱衣锦还乡，给我的老母校捐些钱，成立个助学基金，帮助一下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，也算是将功赎罪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郎红军眼睛一红，哀伤地说道：“关键是我不争气啊，我不能背叛祖国在先，现在在外面混不下去了，又回去求祖国收留在后吧。”